我们现在有养3只鼠，之前是给它们用的收纳箱，但是因为箱子是不透明的，平时会看不见它们，而且80的箱子真实的长度也只有60左右，网上大一点的亚克力笼子都会比较贵，所以我们想做个1米的自建房。我今天分享的制作笼子的方法，参考了很多帖子和视频，也踩了很多坑，综合了空间、牢固、防越狱、价格实惠、安装简单这些需求，最终一共是花了220元，安装大概是半个小时。我会把我买的用品和所有的尺寸以及各项花费放到视频最后和评论区里，大家如果想做个一样的，可以抄作业哦。这边是我所有用到的材料，我给大家标注出来了，主要有亚克力板、PP 板、旅行材、连接件、螺栓、压条、细绳。如果你需要做前侧开门，那你需要荷叶、锁扣。如果你像我一样不封顶不开门，那就不需要这2样。最后做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尺寸是长1米，宽40厘米，高50厘米。你们做的时候也可以再加一些宽度，这样家具比较好摆放。高度的话最好是不低于50的，太矮的话铺了垫料，鼠子容易爬出来。首先是框架，我们不太想用胶水或者是螺丝，一怕不牢固，二怕胶水不粘以后有缝隙会被鼠子啃咬，三是亚克力板钻孔的话比较麻烦，所以最后选择了旅行材，是长这个样子的。板是可以卡在中间的缝隙里面的。旅行材是有各种型号的，主要关注这4项尺寸：整体的长度、整体的宽度、中缝的宽度和连接的厚度。我选的是欧标 2020L-1.5， 是代表整体是2厘米宽，连接宽度是 1.5毫米。这2个数值越大，就相对越扎实牢固，也会越贵。一般总宽度2厘米的，中缝宽度是6毫米。中缝就是你把亚克力板卡进去的缝隙，要比你的板子宽才行哦。那如果你做的也是不封顶的，这样的旅行材一共需要8根，侧面立柱4根，底下一圈4根。重点来了，这里是我们踩的第一个坑，旅行材每根的长度是需要比实际尺寸小1厘米的。比如你1米乘以40厘米乘以50厘米的笼子，你需要买2根99厘米的、2根39厘米的和4根49厘米的，不然就会像我们这样来到了5金店。它们连接起来的方法有很多种，我们是选择了3通连接件，这样只需要买4个3通在底下的4个角就可以了。每个3通的位置会用3个螺丝跟旅行材固定，比较牢固一些。记得告诉商家，在旅行材2头正中间小洞的地方打一下螺纹就可以了，别忘了买跟螺纹同尺寸的螺栓16个，安装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是板材，底部和背板我们用了 PP 板，这个材料比亚克力便宜，能省点钱。底部1米乘以40厘米乘以6个毫米，底部是需要厚一些的，这样它们跑滚轮的时候不太会跟底下共振有噪音。然后最好是不用木板，乱掉了的话不是很好清洁，而且有些会有甲醛。铁板的话冬天可能会太冷了，最终选择了 PP 板，还需要3块亚克力板，正面一块1米乘以50厘米乘以3毫米，侧面2块50厘米乘40厘米乘3毫米，都是3毫米的厚度，当然再厚一些也会更好的。重点来了，这边到了我们的第2个坑，由于旅行材的连接处是有凸起的，买的所有的5块板材都需要让商家在他们的4个角裁掉一个5毫米乘以5毫米的角，不然你就会像我们这样子不停的咯。由于我们没有封顶，为了增加牢固度，在立柱顶端安了4颗螺栓，然后用牢固一些的绳子把它们绕得紧一些就可以了。当然顶部你再加一圈旅行材也是可以的。最后，因为亚克力板比中缝薄，需要卡上压嵌条，让你的板更加紧实。选压边的就可以嵌在笼子外侧，整个安装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
中间真的是非常坎坷。旅行材的尺寸没算对，板材的4角忘记开口了。PP 板的商家给多了1厘米，又得自己切。螺栓的商家少给了1颗，又去五金店买了。压条的尺寸也是算错了，不过最后做出来的效果还是很满意的。我的木瓜住新家啦，它是一只母的米熊，特别可爱。如果你们也喜欢 DIY， 并且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发到评论区哈。下一期我打算拍一下之前买过的不好用的仓鼠用品，可以关注哦。如果这期内容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哦，拜托啦！